vivo X200 Pro 卫星通讯版，它有着全新的硬件、全新的软件，还有着全新的界面。那本期呢，我们就来详细的体验一下这台手机。欢迎收看 ZPH， 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手机的影像功能是为了热爱生活的人准备的，但是众口难调啊。有人喜欢方便快捷，拿起来就拍；有人喜欢功能的多样化和专业化。还有人喜欢更沉浸的体验，那这就导致了如今的手机影像功能越来越臃肿，界面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那么 vivo 呢，想改变一下这个状况，那么 vivo X200 Pro 的全新风光拍摄界面就是为此而来的。那么它的这次改变是您所喜欢的吗？或者说是您所需要的吗？我们先来聊一下这点。那咱们先说默认模式啊，打开相机呢就是默认界面，5个焦段切换按钮，0.6倍的超广角，1倍的主摄，3.7倍的中长焦，其中2倍跟10倍呢是数码变焦选项。点击每一个变焦按钮还能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这点非常好。而且连续点击每一个变焦按钮呢，还能出现小的数码变焦焦段。在人像模式的下方就是这回新加入的风光模式了，是一个集成度非常高的多功能拍摄界面。vivo 把很多专业性跟娱乐性很强的功能都集成到了这个页面里边。那么在暗光下呢，包括原来的夜景模式、星空模式、月亮模式都是默认生效的，你只需要拿起来就拍就行了。而且这里还包括了长曝光、慢快门、风光摄影、全景模式、延时摄影等等。之前这些功能都是被零碎的放在了相机程序里面的更多界面里边，而这回呢 vivo 把它们集中放到了风光界面中，而且很多都是默认生效的，你只需要拿起来就拍就行。需要手动选择的，比如说全景啊、时光慢门啊，就是慢快门长曝光功能，什么延时摄影啊，这些也都有相应的说明。举个例子，在风光模式中，原来的夜景模式、星空模式它都是默认生效的，暗光下呢，你拍就是原来的夜景模式，举起来呢也可以拍摄天上的繁星。那如果你再想较娱乐一些呢，你就可以打开这个 AR 功能，它就会把天空中的星座帮你描绘出来，可以以连线的模式，也可以以画图的模式。总之这个功能呢是非常好玩的，它可以告诉你星星的位置、星座的位置。比如说现在飞马座飞马睡着了这时候你按下快门就能拍出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当然了，还有推荐大家横版拍摄的人文街拍相机模式也得到了保留。录像功能呢也有了新的模式、新的玩法，这些后面的评测环节呢我们都会聊到。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每期我都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我这么做呢能起到一些小小的引领作用吧。看完前面的照片，希望大家也能像我一样被我这种没事就瞎拍些照片的行为有一些小小的感染也出去瞎拍一下。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吧。X200 Pro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和3.7倍的中长焦镜头。拍摄界面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那现在呢就从人文街拍相机模式开始说起。这个模式是鼓励大家用横屏去拍摄的模式，就像传统相机那样。在这个模式下，参数的调节呢还是很丰富的，而且也非常直观。还有4种色彩模式，
除了黑白模式以外呢，其他3种色彩模式在相机的初始界面也都是有的。现在看到的就是不同环境下4种色彩模式的成片效果。那么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其实是黑白模式，质感非常强。那么其他的几种模式呢，还是根据不同的环境来选择比较好。那这点呢，就需要您多多拍摄，根据经验来选择了，或者拍完之后呢再调整。那这里要声明一下啊，后面的测试环节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来进行测试的，因为不管用的什么色彩模式，也不会改变设备的光学性能和解析力。至于色彩风格什么接近不接近真实这些呢，我们不聊啊，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随便调的，只有光学性能跟解析力是最实在的。那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硬件参数都列这儿了，咱们就不挨个念了啊，直接看实拍样片。当时的拍摄环境是阴天的中午，阴天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天空是非常白非常亮的，对镜头整个镜组的紫边把控、色散把控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么默认拍摄的效果呢，还是比较素雅的啊。那么中心解析力没有问题，数码处理的痕迹呢，还有锐化呢，做的都挺少的，比较自然。边角画质把控呢，也就是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做的也比较不错。再看一张主摄的样片，这回从荷叶的表现上看呢，颜色风格还是比较热情的。那么中心解析力呢，依旧没有问题。看另一个角的边角画质把控呢，镜组的光学质量也是比较优秀的。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跟默认模式比呢，颜色风格的差别呢不是很大，这点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解析力的区别呢也是有的，确实是高清模式的解析力更高，只不过这种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解析力上的差别啊，没有当年 X100 Ultra 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的差别那么大，是吧？再说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啊，还是直接看实拍样片。现在看到的就是主摄跟超广角镜头的视角对比，成像风格也就是颜色方面呢，主摄跟超广角也是比较统一的，这点挺好。那么超广角镜头的中心解析力做的还是可以的，最起码锐化是很轻微的，数码处理痕迹呢也是比较少的。相比之下呢，边角画质也就是镜组的光学质量呢，跟中心来比呢就差一些了。那毕竟是超广角镜头嘛，这点跟主摄是没法比的。再看一张超广角的样片，整体的颜色风格呢，这是默认状态下拍的样片啊，色彩风格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呢，跟上一张一样，做的还是比较柔和、比较舒服的。边角画质把控呢，跟上一张也是一样啊，跟中心比呢还是有差距的，它毕竟是超广角镜头嘛，跟主摄没法比嘛。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颜色风格方面呢，跟普通模式差别也是不大的啊，这点跟主摄一样挺好的。可惜的就是解析力方面啊，跟普通模式没有什么大差别。那这点呢，我不知道后期软件升级是否能改善，毕竟 iQOO 也是 vivo 家的嘛。那台超广角的高清模式是我最近2年测试过的非常棒的超广角高清模式了，那么后期我们期待一下啊。再说长焦镜头，X200 Pro 用的就是 X100 Ultra 上面那颗广受好评的3.7倍2亿像素的长焦镜头。这颗镜头呢还能拍微距，那么微距呢咱们到微距环节再说，现在咱们先说长焦的表现。对比样片呢，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跟主摄直接拍的解析力可是不同的，2倍数码变焦要强很多。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跟3.7倍光学焦段的对比，解析力方面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3.7倍的镜头解析力非常好，而且这颗3.7倍镜头呢还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那跟普通模式比呢，解析力的区别也是非常大的。这2亿像素高清模式做的也非常好。现在是3.7倍跟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啊，这10倍数码变焦呢就是3.7倍镜头的高清模式拍的。那么解析力的区别呢也是有的，放大看3.7倍这边呢已经出现锯齿了，而10倍数码变焦这边呢做的还是比较柔和的，但是有一些数码处理的痕迹。那要是直接拿3.7倍的2亿像素高清模式跟10倍数码变焦对比会怎么样呢？哎，你还别说，在解析力跟观感方面啊，还就是10倍数码变焦的效果更好。那作为一颗3.7倍的长焦镜头，放大到10倍数码变焦就已经可以了。那放大到30倍数码变焦还会有什么变化吗？有，30倍数码变焦是明显的比10倍数码变焦还强。服了。那微距呢，就是用刚才说的3.7倍长焦镜头拍的，而且在微距选项中呢，还给了10倍的数码变焦选项。整体的拍摄体验是不错的，因为这颗镜头它的对焦能力是很好的。
现在看到的录屏就是长焦镜头直接拍的，它还不是微距模式啊。长焦镜头近距离拍摄会把你的手抖放大到非常恐怖的地步，这点有拍摄经验的朋友都懂。可以看到，一旦你手动选择了对焦点，焦平面还是很稳的啊，不会瞎跑。那如果开启了微距模式之后啊，系统会直接给你选择最合适的对焦点，而且会非常强劲的消除你的手抖。那么这个时候啊，最大的敌人就是风了。从微距的实拍效果上看呢，咱不能说它的微距有多么的极致，但是使用体验呢确实是好的。再说前摄，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任何选项。那 vivo 的前摄呢，自拍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每回的表现呢都很稳定，在以往节目中大家都能看到。美颜肯定是有一些的，但是这点呢我是不想承认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今年就是17岁，长得就是非常的水嫩，皮肤非常的光滑，面相非常的温婉，它拍出来的就是我真实的样子，这点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现在看到的是前摄录像的表现，左边呢是默认设置的效果，右边呢是一个新加入的功能，叫人像录像。那人物的肤色比左边更好看了，而且还有背景虚化功能啊，当然是计算出来的，但是它抠图的效果还是挺好的，看着挺真实的。有直播需求的朋友是否对这个功能感兴趣呢？再说人像拍摄，用的也是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跟前摄一样。vivo 的人像拍摄呢，也是没有什么过多可说的，它每回的表现都是非常稳定的，而且每年年底我们都有一个年度颁奖节目 ，vivo 也都是最佳人像手机的常客。它拍摄出来的人像照片确实非常好看，无论是拍男的还是拍女的，拍完之后被摄对象确实都没有什么怨言。你要说在美颜方面啊，它确实是有美颜的，但是呢，我真的就是长这样。谁都知道我长得就是非常的水灵，长相娇美，肌肤水嫩，面相温婉，这一点真的不用怀疑。而且你要相信我，你用它拍完之后发到网上，你也这么说。这次拍的这几组照片呢，有逆光的，有顺光的，有50焦段的，还有新的135焦段的，整体的表现呢都没问题。再说直出扩张度的表现，这回3种色彩模式都测试了啊，鲜明模式、质感模式、蔡司自然色彩全测试了。那么这几种色彩模式下，蔡司自然色彩的扩张度表现是最好的。首先，它的亮部可以亮得上去，天空中细微的云层细节是可以拍出来的。当时天空是阴天啊，就是一片死白，但是它还是能拍出一些云层的细节。暗部呢，它也能暗得下去，暗下去的同时呢，也能保留细节。鲜明的问题是暗部有些过亮，而且有些样张的暗部呢发生了些偏色。质感的问题呢，到了现在高难度场景大家也看出来了，有些暗部呢它已经没法展现细节了，已经变成死黑了。但是这里要提醒一下，评价一张照片的好坏可不是以这张照片有没有死黑啊、死白啊来评价这张照片的好坏。照片的艺术水平、照片的好坏呢，跟这些没有关系，出现死黑死白都是非常正常的。那这里测试的呢是器材，器材永远是以拍得到为第一位的，只有拍的细节越多，后期才会越方便。所以这里呢说的是器材，并没有说一张照片的好坏啊。夜景测试我们选择的场景呢，都是有强光、有阴影、比较极限的场景。可以看到这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的表现呢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是非常充分的。就算来到了比较昏暗的城市环境，在直出的情况下，它的表现主摄跟超广角也是完全没问题的。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跟3.7倍光学焦段的夜景对比，可以看到它们的表现也是很好的。那现在呢是3.7倍和它自己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啊，尤其是10倍数码变焦非常的清晰。像这种城市环境呢，还是难不倒这颗手机的长焦镜头的。那就来到昏暗的场景，现在是3.7倍和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一样啊，它们的表现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画面非常的清晰锐利。来到了极暗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那么这回夜景模式呢，被风光模式取代了啊。风光模式在暗光下自动就会变成夜景模式。虽然说直出的效果乍一看啊，亮度上看着跟风光模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放大看细节呈现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那超广角的表现肯定也是风光模式的更好了。健身器场景也是非常极限的，左边是风光模式，右边是直出的效果，亮度看着差不多啊。当然说颜色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细节呈现。夜景对比呢，看的从来都不是亮度，而是细节呈现。超广角的差别肯定也是很大喽。
像树柳小路这么极限的场景，主摄的风光模式啊，就是现在的夜景模式啊，它的细节呈现呢，应该跟1英寸底的 X100 Ultra 的表现差不多了。哎，你们想看对比吗？想看的打个1啊。最极限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也没有什么怀疑的，最新的风光模式的表现，那肯定是靠谱的啊，细节呈现非常充分。哦，对了，一说到夜景，又想起来前面提到过的星空模式，它可以把天上的星星位置还有星座给你标出来、画出来啊。当然了，肯定你还能拍下来啊，寓教于乐，挺好玩的。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可以哄孩子玩，让他提前了解一下天文知识啊，也是不错的。X200 Pro 的录像规格也是挺高的，它支持 4K 120帧跟 8K 30帧的录像，当然了，也支持 4K 60帧的杜比世界。只不过呢，杜比世界我倒觉得没什么，最关键的是它支持 4K 60帧的10比特 log 视频啊，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了，还有人像录像模式。现在看的就是普通的录像模式跟人像录像模式的对比，左边就是普通模式，右边就是人像录像。可以看到人像录像那边可以根据人物的远近自动调整背景虚化的程度，它是动态的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细节的把控呢还是好的，给录像增加了新的玩法。现在是默认设置的录像设置，就是最接近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防抖表现啊，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防抖跟解析力都没有问题。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颜色跟主摄看起来还是非常接近的，解析力也挺好，但是超广角的防抖呢是没有主摄好的，稍微有一点点抽动。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防抖跟清晰度依旧是没问题的。现在是3.7倍长焦镜头的录像表现，颜色挺好看的，而且跟2倍数码变焦的颜色很统一，这点不错。防抖跟清晰度也是没问题的，把野生烤鸭拍的活灵活现的。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就是 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防抖跟清晰度依旧是没问题的，而且颜色跟前面几个焦段也是非常统一的。现在是20倍的数码变焦啊，就是 3.7倍镜头数码变焦到20倍以后的录像效果，清晰度依旧是非常高的，防抖也是不错的，只是从左边放大的画面中呢，可以看到轻微的晃动啊，已经效果不错了。它毕竟是 3.7倍镜头的20倍数码变焦啊。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这条路还是非常暗的，防抖比我想的强，清晰度也是很高的，但是鬼影嘛，仔细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在画面的最边上。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暗部细节呈现肯定没法跟主摄比，防抖呢跟白天比下降也是明显的，但是清晰度还是可以的啊。现在是 3.7倍镜头的录像表现，当时雾气非常重啊，可以看到画面的清晰度还是非常棒的，防抖也是很不错的。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就是 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清晰度方面是没问题，而且防抖依旧很强劲。vivo X200 Pro 继承了上一代旗舰 X100 Ultra 广受好评的2.1像素长焦，微距远摄是兼备的，新的主摄硬件效果不错，录像规格和功能的升级呢也带来了新的玩法，但是在我眼里最大的改变就是全新的风光模式。这个模式让喜欢研究摄影的用户能在一个界面里找到各种好玩的功能，在快捷方便和思考创意2个方向上，用户可以快捷的切换。手机硬件一直在进步，影像能力也在升级，但是每次升级呀，大家基本都能猜对个方向。但是这次风光模式带来的体验，你想到了吗？这种改变呢，肯定是以用户为导向，以使用体验为核心的改变，肯定是经过思考辩证的。但是这种变化是您需要的吗？或者说是您喜欢的吗？ vivo 肯定在等待着您的反馈，而且我相信 vivo 一直会根据您的反馈去调整、去改变的。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